得见我的问候？那是什么揪着我的心头？谁抚平你泛皱的额头？紧握的手放在谁背后？若你看得见我的笑容，那是什么紧锁着你的眉头？我在你身后，你更自由，看着幸福从指尖流走。一直在你左右，却不能拥有。或许更明白什么才是温柔。拥抱很痛，等待却很久，才让这一次的遗忘变成下一次的哀愁。一直在你左右，紧紧的守候。或许更明白什么才算是永久。想哭的时候就让泪流，别等到风景多看透。有些爱需要说出口，才能被感受。嘎隆古尼，收旧报纸、旧衣服、旧电器。阿婆，有没有东西要卖啊？不卖不卖，走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家里堆了那么多旧报纸，我全部跟你买下吧。不卖，你们1公斤才给我几毛钱，我才不卖呢。你留着那么多东西也没有用啊，不如我出高一点的价钱跟你买下吧。出高价，多少钱？那你那些不要的旧风扇啊、旧电视啊、旧电脑，不要的东西全部通通卖给我，我给你200块，怎么样啊？你说多少啊我说200块。 ？200块，我没有听错吧？啊，那你现在卖还是不卖啊？卖，200块钱这么好赚，当然卖了哈。哎，进来进来。哇，你家里还真多东西哦。哎，这些东西真的值200块钱没？哎呀，我有罗邦嘛，这些看起来不值钱的东西，里面的零件很值钱的。那这里有200块，你先收下，待会我叫我工人上来搬东西啊。你真厚脸皮哈！不准你来又来。我是不是进错屋子啊？怎么这么干净啊？你的宝贝呢？卖给阿浪姑娘了。都是没用的垃圾，嘎浪姑娘会要吗？什么垃圾啊？你才是垃圾啊！你知道我卖了多少钱吗？200块钱啊！200块钱，应该是2块钱吧？你不信？好，我给你看。那200块钱呢？是不是真的啊？那嘎浪姑娘的脑袋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你的脑袋才有问题呀！整天吃饱饭没事做，就跑到我这里来偷我的东西。哎呀，姨婆，我是为你好，才要把你的垃圾清理掉。人住在垃圾堆里很不卫生的。你再说我的东西是垃圾，我就把你扫出去。你再说，你再说了。OK，不是垃圾，不是垃圾啊，都是宝贝，都是宝贝啊，行了吧？还好啊，那天你没有把东西搬走，要不然我就走饱了。那有空呢，就帮我到处走走。如果有人把东西丢掉，你就把它搬回来给我，知道吗？有没有搞错？好不容易有个笨蛋把垃圾清理掉，还要我搬回来。你说什么啊？没什么啊，200块啊，还有炒粿条啊，慢慢吃。到底是哪一个笨蛋花了200块买垃圾？哎，这不都是姨婆的东西吗？5、6、7、8的，到底是谁干的好事啊？
我欠谁200块钱？这一定是他。除了那只笨鸡，还会有谁？小弟，你要的东西在这里，谢了。哎，你真的不回家？还在为那一巴掌生爸的气？爸打了你，心里也不好受。你也知道他最疼的是你，而且是你有错在先呐。就算我错，他也可以等到回家才教训我。为什么要在每个人面前丢我的脸？你也听到了，他说走就走，不要再回去。我干嘛要回家？爸是一时之气才这么说，他怎么舍得让你不回家呢？我还有点骨气，既然走出来了，就不会再回去。我们一定会联络。哎，出国旅行啊？小弟，你干嘛？神经啊！干嘛打人？你卑鄙小人！什么卑鄙小人？把话说清楚啊！还装蒜？你敢做就敢当！好了，小弟，好了，不要闹了，走了，走了。你给我听清楚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走啦！误会啦！误会！走啦！走啦！莫名其妙，我哪里得罪了他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装修店面的事，爸知道小弟骗钱，打了他一巴掌，小弟以为是你告了状了。这件事你们都知道了？那天你跟小弟说的话，我听见了。是你告诉安哥的？不是我，是我老婆啦。原来是香菇。对不起啊，你不要怪他，我代他向你道歉。啊，算了，反正我认识张扬之后就没有好日子过了。啊，对了，这是微微的眼镜，帮我交给他。哎，跟他讲一定要戴啊，不然的话度数会越来越深啊。微微近视。怎么样啊？心情好了点吗？好，当然好。今天最痛快的就是狠狠的揍了那个混蛋一拳。你揍了谁啊？周文安，你干嘛打人啊？他什么地方得罪你啦？谁叫他在我爸面前打小报告，说我的坏话，搞得我爸一点都不信任我。文安不像那种人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啦？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小人？你跟他很熟吗？我不是跟他很熟，只不过以我对他的认识，他虽然粗鲁一点，说话大声一点，可是他对朋友很有义气，对老人家也很有爱心，他应该不是一个坏人。你有听过披着羊皮的狼吗？他就是那只狼，一个不小心就会被他咬得满身是伤。你说的太夸张了啦！一点都不夸张，姓周的很会耍心机，挑拨离间。我跟我爸翻脸就是因为他。你跟安哥发生什么事啦？没什么事啦，小事而已。小事，小事，那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啊？我只是不喜欢我爸相信外人，不相信我。算了，我陪你回去吧。不回，我是不会低头的。那你想永远都住在外头吗？这有什么不好啊？反正我都已经这么大，早就应该过独立的生活。就像你啊，一个人自由自在的，多舒服。我是因为爸妈要在国外做生意，我才逼不得一个人住。坦白说啊，每逢过年过节或是生病的时候，我都会感到很寂寞的。喂，你房子这么大，如果找一个人跟你一起住，就不会寂寞啊。喂，你想暗示什么？反正我现在没地方住，不如……不行，想跟我同居啊 ？No。不是跟你同居，只是跟你租房子啊。那我们住在一起，彼此有个照应，不是很好吗？除非你是女的啊，男人免谈。喂，什么时代啦？你不是那么保守吧？我的思想是很传统的。再说啊，我爸把我管得那么严，如果让他知道一个男人住在这里，他会杀了我，也会杀了你呀。山高皇帝远，他人在外国，怎么会懂啊？我不会做我爸爸不喜欢的事。收留我几天都不行吗？我都不赞成你离家出走，干嘛还要收留你啊？如果没有人收留你的话，你才会乖乖回家啊。算了，我看我只好暂时住在酒店。随你啊，我要赶着出门了。喂，你要赶我走啊？我有事要办，我要出门啦。你要去哪里啊？不告诉你呀。走啊走啊，有时间再来玩吧，拜拜。拜。
那个混蛋抢了手袋，还色心大起，把那个美女拉进后巷，人也要，钱也要。然后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哇！那个美女吓得大叫救命啊！我急忙的冲过去，一拳把那个混蛋打倒在地上。他不甘心，拿出刀子向我刺过来啊！那你怎么样？我就闪了，他刺左边我就闪右边，他刺右边我就闪左边。你干什么啊？我来是想看看你到底是英雄还是狗熊。不是吧？伤到这么严重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在左闪右闪的时候，不小心跟那个混蛋打到，对吗？被人打成熊猫眼，还要逞强说自己有多英勇，我看你是不堪一击耶！打了人还向你炫耀。他说你是专打小报告的小人。5、6、7、8的2人先告状。哎，你们在说谁？人家的男朋友了。哦，原来你在吹牛，根本不是什么英雄救美，你是被她的男朋友打伤的，对吗？你还说，如果不是为了帮你扛赌债，我就不用跟安哥借钱；如果没欠人家的钱，我就不用去咖啡店受那个小子的气。对不起了，brother，那3万块我会慢慢还给你的。你有家要养，你拿什么来还？最倒霉是上一次买进来那些口罩卖不出去，要不然可以赚上一笔钱。口罩，除非有流行性感冒，要不然口罩是很难卖出去的啊。对咯，现在那些货都不懂怎么处理。那算了，做生意不是赚就是亏。我啊，要出去做工赚钱了。喂，等我，我帮你啊。喂，来啊，干嘛？你那么辛苦办嘎啷古尼，我会让你亏本的。你不是想帮他清掉所有东西吗？亏你还想得出这种办法，真的是鬼主意多多。我本来就聪明伶俐啊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。哎，不过请你以后不要再把垃圾推给我啦，害我花钱请人清理掉，以为钱容易赚了。我从来都不觉得赚钱有什么困难啊。你还说得出这种话？哎，人家做鸡是为了生活，你有的吃有的住，偏偏要出来赚这种钱。可是这种钱比较容易赚吗？你年纪还轻，那为什么不找正当的工作？哎，说真的啊，你有机会应该去好好读书。我都不觉得这份是不正当的工作，又不是偷，又不是抢。你能帮助老人家，就证明你的本性不坏。你好好的一个女孩子，不会再糟蹋自己啦。怎么啦？心疼我啊？什么心疼你啊？我只是希望你会自爱一点，不然因为爱慕虚荣就毁了你自己的一生。既然那么不喜欢，那我就为了你不做咯。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你自己了。如果你早一点上岸，你一定会有好的将来。知道了，昂哥，你好啰嗦啊！给你自己答应了啊！如果让我再看到你出来做生意，我就把你杀掉。煮成烧鸡，可以了吗？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跟着我了，我去做工了。喂，等一下，哎呀，你又想干什么？那只鬼还在不在你手机里面啊？嘿嘿，托你的福被你挣出去了，以后他想做什么，想去哪里都不关我的事。喂，你也不会再打听他的事了。拜拜。85不是75，怎么那么粗心？唉，要怎么帮你呢？奇怪，为什么没有人等？咦，我不是做了吗？为什么不见了？小心点呢，不要再算错了。我就知道我的微微是聪明的。妈咪，哎，那谁的眼镜来玩呢？脱下来，这样会弄坏眼睛的。妈咪，眼镜是我的，你几时戴眼镜的？今天呢？司机，回来了。爸，微微近视啊，是你带她去配眼镜的吗？不是，是文安。文安，想不到我们家里这么多人，竟然没有人发现
微微有近视。哥，这是几时的事啊？我不知道，安哥说爸爸上一次看不清楚就要戴眼镜。妈咪，做完功课我可以去睡觉吗？去，明天还要上学。妈咪晚安，公公晚安。乖。真该死，因为近视我都不懂。这段日子，我们家里发生这么多事情，也许大家太忙，才会忽略了微微。我也知道，你承受了很大的压力。不过养育孩子，还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。没有把孩子看好是我们的错，太溺爱孩子也是我们的错。一男女的不好，就会出问题。张焕今天变成这个样子，我应该负很大的责任。小弟年轻气盛，难免会做错事。给他一点时间，我相信他一定会明白你的苦心的。太迟了，也管不了了。倒是微微，张扬不在，教育他的责任就落在你的身上。希望你能收拾心情，陪着微微一起成长。爸，谢谢你的提醒，我以后不再忽略微微，也不会对她乱发脾气了。我会尽量当一个好妈妈。你可以的，你一定做得到的。睡觉都没有脱下眼镜。妈咪在这里，我以后不再忽略你了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妈咪，给你。该啊。哎呦，好冷哦。妈咪，今天我很开心，如果Daddy也在就好了。Daddy一直都在的，是你没有看到而已。哥，Daddy走了，他永远不可能跟我们在一起了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你要学会坚强。虽然Daddy不在，你和妈咪一样可以过得很开心，知道吗？
咪这一阵子忽略了你，可是我答应你，以后我会常常跟你在一起，陪你出去玩。那以后如果你有什么事，你要告诉妈咪好吗？知道了。吃完雪糕，我们去游戏中心玩啦。游戏中心，你不是说不让我去游戏中心玩了吗？以前你的爹地一直瞒着我，偷偷跑去玩跳舞机，对吗？你也知道。以后你要去，你告诉我，我带你去。真的。我等一下还要跟你比赛呢。你一定会输的，我刚刚打败安哥。安哥？文安安哥啊？嗯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刚才去店里找你，你朋友说你生病了。哦，有点感冒而已，没事。那进来吗？坐吧。有没有看医生啊？哦，不用了啊，我躺一躺就没事。我买了粥给你，吃了粥就可以吃药。不看医生，你应该吃药嘛。哦，我每次生病都是这样的，好好睡觉就没事。你眼睛怎么了？哦，我不小心撞到了。哦，等下用冰块敷一敷，很快就会消肿的。哦，知道了，谢谢你。已经很久没有人这么关心我了。你带微微去配眼镜，我是来跟你说谢谢的。哦，那是小事，不用谢。身为她的母亲，竟然要靠别人照顾孩子，我真的觉得很惭愧。对了，微微的眼镜多少钱啊？我还你。哦，不用啦，又不是很贵的东西。不还钱的话，我会觉得很过意不去的。那好了，算你75块吧。谢谢。对了，这里有一件衬衫，是我们公司的产品，希望你喜欢。你干嘛这么客气，还送东西给我？你为微微做了这么多事，这只是一点小心意。你如果拒绝的话，就是嫌弃我的衣服了。你蛮野蛮的哦，连拒绝的机会都不给我。你休息吧，我先走了。我送你。不用。拜拜。拜拜。哇，蛮合身哦。设计师设计的衣服就是不同，本来已经很帅了，现在更帅。回来又不说一声，吓死我了。今天早上说不舒服，现在没事了。哦，有人特地买粥给我吃，还喂我吃药，当然没事啦。这件衣服好像是你设计的。不是好像，是根本就是，这是你老婆送给我的。她送你衣服？她还用冰敷我的眼睛啊，还温柔的交代我，如果不舒服一定要看医生。你不要发花痴啦，送你一件衣服就想入非非。不是啊，你老婆看我的眼神这么温柔，对我笑的时候这么甜，我看啊，她对我有一点意思了。才不会，思琪才不会喜欢你。为什么不可能啊？你没听过日久生情啊？不会的，不要乱讲话。都是你啊，都跟你讲了，不要让我送饭送汤，你偏不听。现在看呐，你老婆芳心寂寞，对我动情了。就算是友情，也是朋友之情。不要骗自己啦，男女之间不会有纯友谊的。喂，朋友妻不可戏，你最好规矩一点哦。就难了，你的老婆这么温柔体贴，不想动情也难呢。你敢动我老婆，就杀了我，我就跟你绝交。哇，太好了，我根本不想跟鬼做朋友啊。怎么了？有吃醋？你不会跟思琪在一起的，你不要忘记啊，她带着一个7岁的孩子微微，对不对？我连微微也要啊！你让给我好过让给别人啊，你认了吧？喂，你不可以跟思琪在一起。哎呀，我很累啊，有话明天再说吧。
喂，你给我起来啊！不要吵啦！哎呀，你惹我生气，我真的对你老婆下手了。你敢？那看你的表现吧。喂！不要喂啦，我要睡觉了。好，谢谢你啊，爸，我已经照你的意思跟Mark谈过了。那他怎么说？他也知道自己理亏，答应取消装修工程，把定金退还给我们。不过他说小弟拿的1万块，他一定要扣出来。哎呀，那是当然啦，总不能叫人家吃亏。吃什么亏啊？我说啊，我们应该告他，让他赔我们更多的钱。告他？你要张望吃官司坐牢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啦。你少说2句啦。爸，事情搞成这样，咖啡店还装不装修啊？当然有了，我会找人来接手的。可是我们就要去旅行了，再找人装修，装修工程来得及开始吗？你们放心去旅游吧，店里的事我自己会安排。啊，爸，不如你也和我们一起去日本吧。我们这么急着找人，人家也未必肯帮我们做。再说你一直都不舍得去旅行，这一次正好跟我们出去走走啊。店里的事就回来再做打算吧。不行啊，日本的天气这么冷，吃的又是寿司跟生鱼片，哪里适合爸啊？美香说的对，我又怕冷，又不喜欢吃生冷的东西，去了也没意思，倒不如留在家里照顾那2个小的。对，爸还是留在这里啊，可以约朋友去下棋、打太极嘛，哈。堂哥，哎，晚安。你这次叫我来有什么事吗？当然有事了，来坐。哎呀，我仔细考虑过了，我觉得把我店里的装修工程交给你朋友去做，我会比较放心。堂哥，还是不要吧，我不想把工作交给我的朋友，免得给人误会，以为我接近你是有目的的。你放心好了，只有你问心无愧，不用担心别人的闲言闲语。来，文安，喝咖啡吧。不用了，我要走了。啊，堂哥，我店的生意最近不错，5000块先还给你。哎呀，干嘛这么急呢？欠债还钱是应该的。啊，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哎。怎么啦？全新加坡就知道他朋友会做装修啊，都不明白为什么要爸非交给他不可。认识的比较可靠嘛。是啊，爸对谁啊都大方慷慨，就是对我们呢特别刻薄啊。你怎么这么说啊？不是吗？他可以随随便便给别人3万块，一想到我心里就很不舒服啊。是借不是给，文安不是已经拿5000块来还给爸了吗？我怎么知道他要打什么主意啊？他这个人啊，最厉害就是耍手段了，先给你一点甜头啊，然后啊再回来要更多。你想太多了啦。做工就有我们的份，好处啊就不分一点给我们。你又想说什么？我们在这里啊做牛做马10几年了，不但没有加薪，没有花红，也没有年假，反而啊还要给别人当成是闲人看待。唉，谁说你是闲人呢？有些话是不用说出口的。思琪不是忽略了微微吗？爸却说啊，思琪心情不好，需要工作。我呢，天天在这里忙进忙出的，你们还说我没工作，要多帮忙打点家务啊。好啦，知道你辛苦，那以后家里的事我多帮你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不需要你帮我做家务，我只希望你帮我们争取我们应得的福利。什么福利？既然没有花红，没有年假，也应该有一点旅行津贴吧？什么旅游津贴？我们去日本旅行啊，不应该是自己掏腰包的，爸应该帮我们付啊。爸答应让我们放这么多天假期去旅行，你还不满足？喂，我们在这里拼死拼活10几年啊，放个10天8天假也应该的。是，可是爸自己都没去旅行，还答应帮我们照顾孩子，我们就不要得寸进尺了。什么得寸进尺啊？有些人在外面工作啊，公司还给他们免费旅行啊。我们是自己人，却什么东西都没有啊。知道是自己人就不要计较那么多，反正这笔钱我们又不是拿不出来。好，旅费我们自己付。那去到日本买东西也是需要钱的吗？你去跟爸要一点零用钱。
你以为我们是小孩啊？还跟爸要零用钱？那个神经病不是刚给爸5000块吗？叫爸分我们一半就可以啦。不要啦。喂，为什么不要啊？小弟前后啊，不知道跟爸拿了多少钱呢？还有那个神经病啊，跟爸拿了3万块，就我们呐，什么都没有。不行啊，我要你跟爸开口。老婆大人呐，咖啡店装修和小弟的事已经够爸心烦了，我们就不要再打扰他了，好不好？不好，我们这么辛苦啊，爸不可以装着什么都没看到的。这些话我说不出口了，要说你自己去说。喂，美香，什么事啊？爸，我帮你泡了一杯普洱。哦，谢谢你。我跟阿伟去日本，留你一个人在家，你不会生气吧？怎么会呢？如果我要出国旅行啊，我会去中国，我希望看那里的名山大川。是的，爸是想去黄山。爸，那这一趟我们去日本，要不要帮你带什么东西回来？啊，不用不用，我什么都不要。我听说那里的茶具很出名的，要不要买一套给你？不用不用，你有心就行了啊。日本的东西很贵啊，我怕我跟阿伟不够钱花。所以我叫你不用买了。爸，我们难得出国一趟嘛，总不能两手空空的回来，至少要买一点手信，像巧克力啊、糖果啊、饼干之类的。只是那些也不便宜啊。我说啊，手头上有多少我们就花多少，啊，买些糖果回来给小孩子就好了。爸，我们好了好了，你跟阿伟出国，他会有分寸的啊。放在哪里好？这里不行。文件那边有东西，快去拿。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？快打开来看看。什么计划书？原来张扬为了生计的改革做了一份很详细的计划书，咖啡店怎么装修、怎么经营，他早就规划好了，连设计图都画得清清楚楚。奥地的设计简单利落，充分利用我们现在的空间，感觉咖啡店装修之后，空间会变得更宽敞。幸亏我们的咖啡店还没有动工，随时想修改都来得及。那我们的烧腊档在哪里呀？计划书里没有烧腊档。没有？不是说要保留烧腊档的吗？是说要保留，可是计划书里面没有烧腊档啊。没有了烧腊档，那我跟阿伟怎么办啊？当然是跟爸一起经营兴盛记啊。兴盛记啊，张扬把重新装修好的咖啡店叫兴盛记，那他打算把烤鸭和卤叉烧的地方腾出来，增加西式糕点的专卖柜，让整个环境看起来比较现代化。这主意很好，时尚的咖啡座可以吸引年轻人进来喝茶聊天。那我的老顾客怎么办？他们会不会因为这样子他们不来啊？不会啊，张扬走的是时尚复古风，有现代咖啡店的整齐干净，又保留一定的古早味，绝对是老少咸宜。那很好啊，那我们以后就老中青顾客一网打尽喽。说到这样好听，那为什么不可以保留烧腊档？为什么一定要断了我跟阿伟的财路啊？
哦，我看你是误会了。张扬打算以新的方式来经营兴盛记，以后只有一个柜台收钱，不像现在咖啡和烧腊分开经营。那我们以后没有钱收啊？不是没钱收，只是把收入统一和集中管理罢了。你说的话很深奥，我听不懂。爸，我要保留烧腊档。这样子会破坏整体的设计。如果说要增加中式的点心，那还可以接受啊。没问题，我们就来一个中西合璧吧。不好，烧腊是我们的专长啊，我一定要做烧腊。好了好了，既然张扬已经把计划书写得清清楚楚，那就照他的计划去做吧。再说我们的烧腊档也不是很赚钱，不做也无所谓。爸都下去开店了，走吧。要下去你自己下去，我没有心情。算了吧，要改变就彻彻底底，干嘛一定要保留烧腊档呢？没有了烧腊档，就等于我们没有了收入啊。这是家族生意，爸不会亏待我们的。钱最好还是先进自己的口袋。什么将收入统一集中管理，分明就是不让我们有自己的生意啊！你别这么说，司机只不过是传达二弟的意思而已啊。为什么一定要听二弟的话呢？在爸的心里啊，二弟是宝，你是草啊！你又在胡说什么？我说的有错吗？二弟都已经不在了，计划书为什么不可以改一改呢？还有啊，那个司机说什么，老爸都听。我只是想保留一个小小的烧腊档，他却不肯。其实不做烧腊没关系啊，反正我对西式糕点的中式点心也很有兴趣啊。兴趣你的头啦！你还看不到事情的严重性啊？什么严重性？咖啡店的事啊，现在就连思琪也插上一脚了，我们很快就没地方站了。他只不过是帮忙落实二弟的计划，你不要这么紧张啦。是吗？那为什么他一出手，我们的烧腊档就没有了？你这是小人之心。我是你老婆，你敢说我是小人？我是在为我们的将来着想啊！好啦，大家是一家人，应该同心协力把咖啡店搞好。你干嘛一定要搞得好像真财产一样呢？好啦好啦，不要生气啦。啊，我们开开心心去日本旅行，所有事情等回来再说，好不好？还去什么日本啊？现在是紧要关头，要是什么事情啊，都让老爸跟思琪安排啊。我们从日本回来，事情也不懂变成什么样子了。你的意思是不要去日本啊？当然不去啊！我要留下来看住自己的地盘，要不然啊，真的是没地方站啊！可是我们已经还了旅费，不去的话损失很大的。我是不会因小失大的。我们现在马上去旅行社把定金要回来。为什么不可以退钱？日本最近有地震啊，我怕我去了回不来，我不想去，不可以呀。你们要去的地方很安全，离地震的地区很远，不会有事的。我听说啊，最近台风也要来了。我的胆子很小的，我有心脏病，有哮喘，又有高血压，不可以受到一点点刺激的。如果我出事了，你要负责啊。喂，干嘛这样讲啊？怎么样，退不退钱啊？对不起，我不能做主，不如我跟经理说一说。你们请等一等。谢谢啊。算了，我看我们还是照原定计划。给我闭嘴！经理说要退回全部的钱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不可以？因为机票已经买了，一切都安排了。你们现在要取消行程，我们是很难退回钱给你的。这是你们的事，我不管。我要见你的经理啊！经理刚去开会。这样吧，你们先回去，我跟经理商量后，会尽快给你们一个答复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敷衍我，我会回来追钱的。好吧，如果能够退钱，我们就退回你信用卡的户头里。为什么要退回信用卡户口？因为你们是用信用卡来支付旅费的啊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你不要以为不说话就没事，我是不会原谅你的。你听到了没有？最好把钱追回来。你要我怎么去追？他有钱就不必跟我借了。如果你不把钱追回来，我跟你没完没了。你们两个在吵什么？小弟啊，除了配桌就费了钱啊，就连我们去日本的旅费也骗了。不是骗呐，
是借。借还了没有？我已经把信用卡的账单交给他了。你给他有什么用？他不会管的。信用卡是你的，不是他的。银行要追钱，当然是追你呀，难道追他？小弟说过，他一定会还的。他的话你怎么可以相信呢？这个月底要是不把钱还了，下个月就加上利息了，利息加利息，等到有一天他无法还这个债的时候，我们就得替他扛了。你怎么会那么笨？长大这小子，太不长进。爸，说来说去你也得负责任啊。小弟小的时候你太过宠他了，他要什么就有什么，搞到现在也一样，要什么就买什么。他现在花的都是未来钱啊。好啦，我们的事不要扯到爸身上。为什么我不可以说？爸，不是我要发牢骚，我只是希望你对我跟阿伟公平一点。我怎么了？我们呐、大半辈子给了这个咖啡店，结果我们得到什么了？没有车子，也没有房子，只是一个小小的烧腊档。现在好啦，要改变，要装修，看这些日子啊，我们连这个烧腊档也会没了。我还以为你们把咖啡店当成是自己的。爸，咖啡店是你的，迟早要跟斯吉尔小弟分的，我们哪里有权做主啊？好啦，不要说了。不，你让他说下去啊。爸，我不是贪钱，我只是希望我生活有保障，我也希望你对我跟阿伟公平一点。小弟有事就会找你要钱，我跟阿伟要去日本，却得自己掏腰包，就连现在跟你拿一点钱去买手信，你也不肯。你几时跟我开口要过钱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日本的东西很贵，我怕我跟阿伟不够钱买手信、买茶具啊。那是因为你没有把话说清楚，我也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如果我知道你需要钱用，我一定会给你的。哎呀，算了，反正现在都不去日本了，还要钱来干嘛？啊？日本你为什么不去？问他。爸爸，我要这个。哇，这是遥控的，价钱不便宜哦。哎，那这个也不错啊。不要，我要遥控的。你看你又不听话了。爸，买给我了。爸，你就买给他吧，我什么都不要。耶，有遥控车子喽！我可以和小弟一起玩的。爸，原来你在这。你找到他了？他怎么说？没有办法还钱，对不对？我看他真的是拿不出来呀。美香说的对，他用的都是未来钱。再这样下去，他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呢？爸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你管不了这么多的。说来说去，真的是我的责任，我没有把他管教好。你别这么说，小弟不是很坏啊，他只是不懂得理财而已啊。就因为这样，他才会一次又一次的犯错。为了钱，人很容易做错事。希望他以后会改过吧。怎么，美香到现在还没有出来吃饭呢？女人就是这样，老爱发脾气。我看这样吧，你还是做碗面给他吃。不必了，爸，他不吃东西就当减肥吧。你看你，老婆不理你了，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？爸，美香不是不讲理的人，她是个直肠子，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。放心吧，等她发过脾气就会没事了。干嘛？
在